呃，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还是同一天，衣服没有换哦。其实现在已经小年夜的呃小年夜的快要11点了吧？我突然想到，就是把我本来早上录的那一集在谈那个昨天录的那一集在谈电影里面的葡萄酒，我讲过有3部电影，但昨天我只讲了2部哈，我把另外一部把它补上去，因为这一部其实是影响我非常深的一个电影，倒不如倒不是说它里面讲的这个它跟葡萄酒有关哈。在题外话，其实我第一个我很少看日本的电影，因为我觉得日本的电影有些演的实在太夸张，有点像在演舞台剧或漫画一样。我不喜欢演那种太夸张那样子的演法，或太用力的演法的电影。所以我相信日本电影里面应该有很多谈酒的这场面啊。可是有没有比较偏向清酒的？我有看过一些纪录片的清酒的纪录片，但是电影里面我没什么印象。一方面我看的少，二方面是呃，就反正简单就是看的少嘛，我觉得是这样的因素哈。回到我刚刚讲这片子是好莱坞的片子哦，是在2002还03还是05年、04年、05年，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喝葡萄酒就是进入刚好一段时期，这个自己有在收酒，然后也开始那当时看那个酒瓶啊分数啊，或者是所谓的什么大大哈、某些大大啊，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那个时候也有年纪比我更大的大大哦，然后他们推荐那些酒。然后当然也会看这个，我刚刚讲说，酒瓶嘛，Wine Spectator 啊，或者是 Robert Parker 一些，这两个在当时到现在都还是举足轻重的这个评分系统然后依照这样去买酒，然后看酒书啊，那些排名啊什么的这些相关的东西，也喝到一个地步了，喝到一个境界哈。虽然说不是说跟现在没办法比，但是当时就觉得自己已经跨入某一个门槛了，就是不至于说走到这个呃卖场，不管是大卖场，当时好事多非常有名哦，还有或者是你直接到这个什么代理商的店面那边去买哈。这又是一个题外话了。当时好事多为什么有名？是因为好事多到当时不是像现在，好像变成是一个各个经销商的展示通路那种感觉。以前好事多很多不是自营酒，它自营酒的品牌叫Kirkland 嘛，Kirkland 这个是比较甚至是比较中期以后才引进台湾的。更早的时候呢，它也是通路，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采购，往国外去采购，然后他们走的路线跟台湾的进口商不太一样，所以常常在好事多可以发现一些新世界的葡萄酒，或者是旧世界比较冷门的产区的葡萄酒。那这些酒呢，价格又不贵，因为它是大卖场嘛，所以而且它还可以让人家试喝，不是每一款啊，但是它可能定期就会开其中的几款给人家试喝，当然是比较平价的款式。可是你不确定他会来什么样的酒，然后所以很多我当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有时候下班或是礼拜六、礼拜天，当时好多还没那么像现在人这么多，然后开车会去那边现场去找酒或者是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哪一个大大又介绍说好事多有哪一瓶酒，我们赶快跑去买。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有一次，呃，就是资格比我老的一个前辈哈，然后他那时候我在外商工作嘛，突然收到 email，那时候是 email，还没有什么像现在这种 MSN 有啦，但是大部分
我忘记他这个 email 寄给我，跟我讲说，他说我知道你的工作比较有弹性，因为我在外商，他就说好事多现在有哪一款哪一个酒厂，一个澳洲的酒厂吧，他那酒厂名字我忘记了，反正他是在 Barossa Valley，就是澳洲的 Barossa Valley 这个中南部这一区呢的一个酒厂，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但是他那个是他们的旗舰酒，就是叫黑胡椒 （Black Pepper） 哦。那好事多有进，所以而且就是一批量而已，好事多是进也不会进很多，当然不会只有60瓶啦，因为它其实当时内湖有好事多，汐止有好事多，所以当时好像只有这两个区域有好事多而已吧，所以它是两边都有分哦。那他说你赶快去买这个酒呢，国外评分也好，当时真的就是看评分在买酒。我记得好像一瓶好像是2000年份吗？还是什么年份的？搞不好我的酒窖里面还有，因为我酒喝得很慢。那时候买酒的时候，一次都买个可能3瓶或几瓶这样。然后这个 Black Pepper 这个酒厂名字好像叫做 Barossa Valley 的，我真的已经忘记了哦。然后我去买了，就赶快开车跑去买。那时候我还是上班咯，我就编一个理由就下班，然后就是跟老板讲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外商哦，我们都是责任制的嘛，我就跑去赶快去买。结果我去买来的时候呢，因为我这个朋友也是，他虽然资格比我老，但是还有资格，他不算大佬，但是有那种我所谓大佬是还要能够写文章的，不是说只是喝酒喝得很。就是喝很久的，不是这种型的。那种能够写文章有研究的那种型的，在当时比较少，因为当时网络的 blog 还比较少啊。那时候还是《明日报》的天下啊，或者是早期的那种无名小站或什么的。那时候就已经有那个大佬级人在网站上面写这样，那么有这个酒，所以我这个朋友是资深的朋友，是看到这个文章之后转告给我，然后我再赶快冲去买。我冲去的时候呢，其实那已经没有剩下几瓶了。就是说，我不晓得好是说后来这有在补多少，但是我去看到现场没有几瓶了，你就知道那时候酒有多疯狂，就是会去抢这些，而且的确那个酒是雄厚、雄浑有力，美股味非常强的 Shiraz， 就是 Shiraz 就是法国的西哈哈，我们叫做西哈吧。这种酒呢，就是果香很浓郁，它是属于南隆河的北隆河的主要的品种。然后在南隆河的话，只是 GSM， 就是 Grenache、Shiraz 跟那个 Mourvedre， 我不会念这个 M 这个葡萄哈 ，GSM 他们这3种葡萄混在一起的。反正无论如何，就是 Syrah SYRAH 哦，这 Syrah 这个品种呢。是非常有名的葡萄品种，然后它的孪生兄弟呢，就是种在澳洲那边呢，就是它出了法国之后，通常都叫做 Shir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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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然后这个葡萄就是它又能够放，有足够的酸度，又有香气，然后号称啊哈，很多人说闻起来有一股那个。胡椒味偏向白胡椒，或者你讲黑胡椒也有人这样讲，就白胡椒、黑胡椒的味道，就是有点香料味。这个葡萄很能够放，然后这个酒体浑厚。其实徐瓦或西哈这种的型的酒很适合搭中菜，非常适合搭中菜。那北隆河的，我记得北隆河主要在酿红酒的品种就是西哈，好，西哈徐瓦一样的意思哦。当然，他们种在不一样的区域，种在法国跟种在这个澳洲的表现不一样。在澳洲的表现会比较甜美，更为甜美一点，更为像乡下的天然比较乡下的那种漂亮的女孩子，比较有自然气息，比较
乡村风味的哦。然后 C 哈就是在北龙河这一区的这个同样的就是我不能讲它是 mutation， 就是说它是也是这个家族的，它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差异而已。的那种的 C 哈呢，在北龙河酿出来的酒呢，法国融合又分成北龙河跟南龙河，南龙河就是以河那个来区分哦。某一个地方是一个边界线，好像是曲公大是吧？还是哪里？我忘记了。那就分成北龙河、南龙河。北龙河的区域呢，主要的酿红酒的主要品种就是 C 哈。那这 C 哈的表现，相较于它在澳洲的那个姐妹哦，北龙河的 C 哈酿出来的酒体就会比较有一点贵族气息，比较温柔婉约一点点。它中间还是有差异的。你可以讲是旧世界跟新世界的酿造方式不一样，或者你可以讲的是风土的差异，好，这都可以解释。但是它真的喝得出不一样哦。我个人是觉得两边有各自的特色，虽然即便它是同一种葡萄品种，但是，澳洲那边的喝起来会比较野一点，香气啊，或者是那种表现的感觉，甚至它的甜度也会稍微再甜一点。各位有空可以去试试看。事实上，澳洲的 Shiraz 如果是有名的酒厂的 Shiraz，通常都也不便宜。最有名就是 Grange 嘛，哪一个酒厂啊，就是有出 BIN 那病多少，它的最高等级就是Garage 车库哈 ，Garage 应该念 Garage 哈。这个酒其实很贵，非常贵。我以前买的时候就已经不便宜，那现在当然是不知道多少钱了。我估计现在应该也是1万多以上了，甚至2万都有可能，因为这也被炒作的很厉害。把话题收回来，就是说我要讲电影嘛，我并不是要讲这个好事多的事情。但是好事多当时有很多很好的酒就对了，然后这个酒呢，都是他们自己进来的，然后量也都有限，就是说很多酒友常会去淘宝，因为有时候你去那边挖到没有看过的酒了，这个赶快去现场去查，然后就去查是怎么样，国外怎么样，先把它抢到，你都会有一种快感，就会觉得说哇，这个酒一定也不会有多少人有了，我就把它吃下。然后不然的话，就是它可能量很多，但是它物美价廉，真的物美价廉，很好喝。所以我记得我以前有上过电视哦，然后那主持人就问我说，拍一个小专辑嘛，主持人问我说，哪一瓶酒让我印象深刻？我说后来喝的很多酒当然都不错，但是对我来讲印象深刻的是，我之前在好事多买的一款酒，叫这个名字我都记得，叫 N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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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ELLIS Neil Alice， 那个 E 开头哦，不是 A 哦 ，Neil Alice。我记得是1998年的 Cabernet Sauvignon 哦，1998年，那是南非的酒。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它那是一瓶才400出头吧。我记得我买了12瓶吧，陆续把它喝完。我现在那是又便宜又好喝的酒，而且还很有波尔多的味道，然后但是价格400多真的很便宜哦。而且台湾那时候的经济状况比前10几年都还要好啊。那时候我一个月，不要讲我的薪水多少，反正就那时候买就像也是可以买12瓶，然后陆续喝到，我很后悔那瓶酒，那个年份的酒我没有留下来。也许留到现在应该是也都不太能够喝了，但是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有意义的酒。如果说你要收集空瓶，或者是说留一瓶酒当纪念，我应该要收那一支，因为那一支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一款酒 ，Neil Alice Cabernet Sauvignon。现在好事多不知道还有没有，因为后来陆续它这个系列的酒，这个酒厂的酒一直它都有在进，它也不是只有 Cabernet， 它也有 Shiraz， 也有
我甚至后来也还有进他们的那个白酒，是 Chardonnay 吗？我忘记了，反正陆陆续都还有进一些酒。这个酒是在南非这个生产酿造的酒，Stellenbosch 吧，好像这样念，那个产区叫 Stellenbosch 哦。我话题扯太远了，绕回来讲这个电影哈。因为那时候已经喝到一段时间了，所以喝酒的经历已经有了。然后我记得在网络上都看到有人在写说，今年年中还是什么时候，还是反正过一阵子会上演一部电影。然后这个电影呢是，当然他在写这个东西，这些人在介绍这些片子的时候呢，当然就是翻译国外的那些预告嘛。但是他们的着眼点都是放在说，这是一部以加州一部以爱酒人士的角度去拍的这种的电影，这些在介绍的人都是比较强调说他是在介绍Napa 这个酒乡啊什么，反正他们这个就是这个主角是在这个里面发生的故事哦。我当时也是想，那这样的话，而且听说在拍这个片的时候他很讲究，然后他会有请这个专业的这种侍酒师啊，或者酿酒者啊、酿酒师啊，他们共同参与，所以他不是随便乱拍的片子。然后他也不是蜻蜓点水沾酱油，是说某片子里面提到什么酒不是这样，他基本上是酒是在串联整个故事的，所以当时我很想看，就很想看这部片子呢。其实我第一次看，和我后来重复的再看，因为我后来有去买他的光碟片，甚至连串流我都怕光碟片以后因为没有 DVD 机了，然后就是买串流的片子，我都把它保存着。三不五时我就会拿出来看，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片子对我来讲影响我最大的，反而不是当时原来要看片子的动机，当时最早是因为酒友的关系。现在看这个片子呢，特别是经过40岁之后再看这个片子呢，那感触就愈发强烈啊。为什么？因为他的确是在讲用酒来串联整个故事，但是其实他谈的是一个中年男子，特别是中年男子的一个怎么讲，一个人生的写照，就是特别是不是那么成功的中年男子哦。你看你怎么定义成功了哈？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成功嘛，没有结婚嘛，然后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很消沉嘛，所以我看了会觉得，现在看就更觉得心有戚戚焉哦。就是说人生有很多选择啊，然后当时你做了什么选择，后来又有遇到什么机缘，然后你没有这个往这边走，没有往这边走，然后结果现在怎样，就有这种感触，然后一切时不我与的感觉。每当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再去看那个片子，我就会觉得，其实我自己还是应该很有希望，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就好像我在录这个 YouTube，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像是在抒发我自己的情绪，所以我提过很多次，我不会去做很多那些有人没有的那种插图动画或什么的，我不想做这个。对我来讲，能够讲话还是重点。因为我还有别的这个，还是我有做一些投资哦，所以这个部分就先讲到这里，就属于我自己的部分。那其实这样讲的目的也是在讲说，这个片子，我现在看的主轴就是他在谈的是比较人性的东西，或人生、人性、人这样的东西。他的片子呢，名字其实英文的片名叫做 Sideway，这是合在一起哦 ，Sideway。中文片子叫做寻找新方向，但是这个新呢，不是新旧的新，是心理的心，寻找新的方向，就是一语双关了哈。这中文字才有这样一语双关。寻找新方向，我个人觉得他翻译翻的还不错，就是
你看完那片子之后，觉得英文的片名 Sideway 在英文这个本意是指那种 detour，就是比如说我们走高速公路，然后你直走当然可以到达目的地，但是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去下交流道，从旁边的路这样弯下去嘛，或是一条笔直的路，可以临时可以弯到别的地方去嘛。就是说，它比较意喻，有点隐喻，就是说你不一定，别人都觉得这是条成功的路，或是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路，你应该这样走啊，大家都这样往前这样走。人生不一定要这样。他的意思，其实他拍这个片子是在讲说，这个人虽然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挫折，但是他在经由这个这挫折的过程里面，最后是终于看开了，然后他转到另一条路，转到另外一条路去，就是人生的道路或者新的方向啊，不论是新旧的新，或是心理的新新的方向去走。然后在过程中，他所谓在Napa 这个加州著名的这个酿酒的一个区域酿酒乡他透过这个在这边的旅行呢，然后最后认识一些人，然后找到他自己人生应该走的路。听起来好像很无聊，其实不会。这个片子是很有那个导演的风格，然后这个导演的风格就是很细腻，然后他又可以有时候太细腻的片子你看不下去但是他是很细腻，那中间又有一些不是那种很低俗的喜剧，就是有一点无奈的那种感觉的，发生了一些笑话性的事情所以这部片子呢，如果你到我这个年纪，你就去看，其实男女生都一样都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触，而且加上如果你有喜欢葡萄酒的话，你在看这个又可以学到葡萄酒的知识，又可以这个整个剧情里面这样一路这样下来，又可以得到人生的启发，它叫寻找新方向。所以当然他最后也有提到，中间过程当中都很多参观酒庄啊，他去介绍 Napa 那个区域的状况啊，然后开车在这个酒乡漫步酒乡啊，有点像在开车在托斯卡纳那种感觉嘛。刚好 Napa 我也去过，然后这个托斯卡纳我自己开车，Napa 是我弟弟开车了，所以其实也都这样走过了。然后那主角他经历的他们这个酒乡之旅呢，我之前有类似的经验，只是他的时间比较长，我是只有去1天而已，在美国那时候，看看吧，以后等到我比较有空的时候，也许再去吧，这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开车了这部片的导演叫做 Alexander Payne， 亚历山大 Alexander Sander Alexander Payne， 好像是这样反正各位上 IMDB 那网站嘛，打入 Sideway SIDEWAY， 然后去查了这部片子，应该是2002还是2003吧，然后寻找新方向，就可以查到这个片子。这个片子的导演呢，当然我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导演相关的片子。其实他拍的片子不多他不算是他拍的片子有些还蛮有名的，但是就是也不是说真的红到那样的像诺兰这样的地步，但他其实拍的片子都很有水准，所以我有在收集他拍的片子，他当导演拍的片子，但是我对他的片子的启蒙就是《Sideway》的，因为我觉得那剧本他写的真的是要心思很细，然后对生活很有感触的人，他才能够写出这样的片子，这样的剧本出来。各位再去找他很多片子，这个大概除了有一部片子我比较不推荐之外，其他的我都还蛮推荐的。因为后来在他拍这个寻找新方向之前的片子，我也有想办法去买到 DVD。
然后现在后面有出了，当然我也都有我都有买串流哈。这个片子呢，男主角我讲过两个男主角，但是其中一个比较像是他主角戏份也蛮重的，但是在里面应该是挂男配角。那主角是长得其貌不扬，但是很会演戏的一个，应该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 Paul Giamatti 这个你上去 IMDB 去找这个人的样子，你看得知道他在很多电影里面都会有出现，但是他在这部片子里面当主角。这部片子后来有提名奥斯卡吧，我记得他有提名奥斯卡，然后好像他有得到金球奖，奥斯卡好像没有，就最佳男主角没有得奖还是什么的，最佳影片有没有我忘记了，但是得不得奖对我来讲没有差，我看这片子真的看了10几次以上了，非动作片、非搞笑片、非科幻片，我可以看10几次，你就知道说，真的这个片子我非常喜欢，搞不好20次都有可能了，特别是他最后面在。对我来讲，最后面他终于找到自己方向的时候，下了那个高速公路走上交流道，就是 sideway 的时候，那个场景会让我觉得，呃很有那种振发人心可以砥砺自己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我记得早期看看，有时候是会有点麻麻的那种感觉，然后甚至会有点想要掉眼泪的。因为我在40几岁的时候遇到很多挫折当然还是要谈一些酒的东西啊。这部片子其实另外一个著名的场景，如果说单纯就以 Joel 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 Joel 我会注意到这个场景，但是他这个场景其实是另外一个 detour， 就是走到从原来的路应该规定要这样走，然后你就走到旁边去了，新的路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呢？而觉得我们看的角度都会觉得说因为他从片子一开始就在铺垫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男主角呢，其实他离婚了，然后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就是说他做的工作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他花了很多心思在研究葡萄酒，所以以那个年代来讲，他当时他有特别存了一款葡萄酒，一款很有名的波尔多的葡萄酒，波尔多右岸在San San Emilion 我不会念，圣艾美浓San Emilion 的那个 Cheval Blanc 就是白马堡。Cheval Blanc 白马堡，1961年的白色的马，白马堡Cheval 就是白马，Cheval 是马嘛，那个 Blanc 是白马，白马堡应该是这样吧。然后是1961年的波尔多的酒，波尔多的酒呢，在以20世纪就是从1900到1999来看的话呢，还是算到1999 20世纪呢，当然波尔多有很多个很好的年份，但是呢，一般我们会说所谓的世纪年份，因为这样100年叫一个世纪嘛不论你是从1990算到1999，或者是1991算到2000，我不晓得，反正这个就是应该算到1999了这世纪年份呢，纵观这100年里面呢，就是这个世纪里面呢，真正可以称得上世纪年份的，不会只有一个啦，有3个。第一个是1947年波尔多，另外一个是1961年，然后最后一个是1982年。1982年也是我之前我说过这个我在
在讲那个百大那个那一篇影音里面有提过，就是说也是 Robert Parker 的这个有名的酒评家，当时一战成名的年份，因为当很多酒评、很多杂志这个都认为说那个年份的波尔多的酒没有很好的时候，他独排众议，他认为说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结果事实上证明那个年份酿出来的酒非常好喝，然后有许多到现在，你现在去买，你看很多到现在还有很多一些，不管中国人啊，或者是台湾的有钱人，他们在形容说你喝到什么很好喝的酒，都会讲啊，你喝那个，当然你Romani Conti 那种什么那个 Pinot Noir，就是 Burgundy 那边当然也有这样讲，但是讲到波尔多，很多人都会讲啊，1982年的。Lafite 哦，那个应该大家很多都听过。1982年的左岸的列级酒庄啊，这个形容的多好多好。当时有一款酒被帕克评价为100分嘛，他美国那是100%的100分的酒，二级酒庄 Pichon Lalonde， 我记得很清楚 Pichon Lalonde，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比我更资深的酒友，他虽然没有在写文章，但他真的嗅觉很灵敏啊，味觉嗅觉很灵敏。他当时就买了一箱的1982年的那个皮熊老龙 Parker 100分的酒，那时候买就不是很便宜，但是因为他还蛮有钱的，可是相较于这个酒，现在根本买不到了啦，买到可能应该也没有那么好喝了，因为毕竟过那么久了。我不晓得，这款酒我没有喝过，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已经很贵，我没有买，而且我朋友也有啊，我本来想说到时候可以跟他一起喝或什么的。然后他除了买1982年除了买这个 Pure Lalonde 之后，他又买这个 Cheval Blanc， 但是他跟我讲说 Cheval Blanc 他只买了一瓶，醒了3天都醒不开，然后最后他就放弃了，就是他对喝这个酒反而比较没什么印象。那这瓶我就没办法评论哦，这个因为我没有喝过。但是1961年那我当然更不可能有机会喝过。可是如果你去查这记录来讲，1961年的白马堡啊 Cheval Blanc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icon， 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年份酒就对了。1961年本来就是非常好的年份，世纪年份之一。因为1947年又太早了，那个二次大战完了，然后1982年呢是比较可以接触到了。以我那个年代，那1961年连我那个年代都很难接触到了。这个电影里面的男主角呢，就是他保留了一瓶1961年的 Cheval Blanc， 然后这个白马堡呢，100%的 Merlot 这种葡萄所酿造的。非常的听说是非常的纤细优雅哈，产区就是圣艾美隆嘛，波尔多的右岸，波尔多的右岸有名就是圣艾米农、圣艾美隆，还有 Pauillac， 还有一个就是 Pommejo 啊，Pommejo 的酒更贵哈。这题外话了，反正就是这瓶酒很好的酒，世纪年份又是 Cheval Blanc 这种非常。号称波尔多的5大酒庄再加3大就是8大酒庄之一那这个酒还非常珍贵，然后在他人生即使遭逢到这些困厄，他一直认为说他可以挽回他的妻子，然后到最后他的希望是一旦成功了之后呢，他会开这款酒，他一直留着这款酒，好不容易拍卖抢到这款酒，然后就留了这款酒，要等到哪一天他的妻子回到他的身边，他会觉得这就是他沿着人生的道路上，他又可以回到他在正轨，他现在有一点落后了，然后他可以再加速前进的那种感觉。可是当然就是最终当然不如人意嘛。不如人意的结果呢，其实不是不如人意，而是他一直想不透，他没有想透他自己其实可以走不一样的路。在爱情，其实婚姻爱情啊，这个东西其实
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子的啦，不用想不开到一定就是那种就是你一直在那个圈圈里面不好啊。我知道做起来很难，但是基本上就是就是你要寻找你新的方向嘛。所以这部片子拍起来就是对他来讲，这个酒就是一个 icon，就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有一点像他要开这酒的日子就是他妻子回来的时候，可是他最后就是当然不能如愿，不能如愿这个我不剧透，各位再去看就好了哈。这不是什么那种撒狗血那种，就是恐怖片或什么，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温馨的，你讲小品也是小品，但是对我来讲，它是一个 masterpiece，它是一个大的影响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作品。然后他在电影里面用2个场景来演绎说他终于放开了，就是他觉得他的人生，你如果在沿着这个路在直走，他只会离人家越来越远。虽然你离人家越来越远，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他那种越远是有点像没有油了这样啊，整个人都垮掉那种感觉。所以他要做的事，其实就是他何必跟着别人走同样的路呢？他有他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新的生活要过。他借由这个旅程里面呢，他去找到他新的方向，所以他决定，呃，当然有另外的人在鼓励他了，就是他的新的恋情或什么的，他就走新的方向去下了这个交流道下去，所以片名叫 Sideway。然后呢，在那之前呢，他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著名的场景，对酒友来讲，就是他发觉他终于想通的那一天呢，就回到现实想通的那一天呢，他觉得我在保持这一瓶 Cheval Blanc 61年的这么好的酒，这个酒现在如果买得到，一定是十几万了啦。那种不管能不能喝哦，很多人可能就会，如果你是反正家里很有钱，一定会想办法去弄这个酒。可是现在应该市场上应该找不到了。啊，电影里面那个他就是，呃，他想通了，他就把这要打开来喝了。可是我这边强调的是有餐有酒嘛，你单纯喝酒就会觉得不是不行，但是我们讲餐酒生活嘛，所以电影里面其实他开了这个酒之后呢，他是应该讲说他在呃类似像麦当劳这样的一个素食店，好，就点了汉堡，牛肉汉堡 juicy 牛肉汉堡，然后呢，那个便利店不是都会有，不是便利店，那个素食店它的那个饮料杯嘛，都是那种塑胶的那种的嘛，饮料杯，然后它就是人家那国外那素食店的饮料是你自己要去装的哈，但是他拿那个杯子之后买了这个套餐，拿着杯子之后呢，他就把那已经打开的那个酒了带去那边，然后就是偷偷在桌子底下这样倒，他不去喝那个可乐那些东西，就是他用 Cheval Blanc 这种葡萄酒装在这种也不是什么手工杯什么东西，不是这样，就单纯的就是你像在喝可乐一样倒进去，但是他的习惯还是会这样摇一摇，摇一摇，闻一下味道，然后就喝。可是那基本上已经跟他原来在片子里面的人设，就是在那种像品酒师一样，这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举动了。这是一种改变。然后喝一口，配汉堡在那边吃，然后这样一个人把这个他没有拍到最后，但是他那一段片子其实是在隐喻他把酒喝完了，配着汉堡这种本来不可能会组合在一起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用这么贵的酒去组合这样的汉堡。汉堡其实蛮好配酒的哈，配红酒的，但是你要来这样配，总是有点怪怪的。就是说，我常常讲说，酒应该是掺的大概1/3到1/4的价格，我觉得最合适。它这个刚好反过来，是酒比餐贵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而且那个又是稀世珍品哦，但他就这样把它喝掉了。就是说，
他原先在买这个酒的时候的期望是这样子，但是当他发觉人生应该换一条跑道来走的时候，这个就是好像他在下了一个决心了。他觉得留着只是让自己一直会去想说要就是认为他应该要走的路去走，这样可是这样是不对的。他就是所以那个很有名的场景就是在那个有点高速公路旁边的这种汉堡店哈，美国那高速公路旁边常常有很多休息的汉堡店啊、motel 汉堡店什么的，他就是这样倒，然后就偷，而且要偷偷的倒，然后吃配汉堡。你想想看那种滋味是，就是即便我没有喝过那一款酒，但是我也有不少好的酒，所以我常常讲说，酒不要留到那种，即便再怎么好的酒，你买了不叫做你真正享受它或拥有它，那个就跟不动产一样，你买了房子没有去住，或是你那个你要转手都什么东西都很不容易的，酒也是一样，就是说你今天不开，它就只是一个，你说你有，但是你根本不晓得它的味道，或者是说你根本没有享受到它的味道、风味哈。然后他预期的场景没有发生，但是他毅然决然的把这酒开了，就配上汉堡来吃，那个场景，加上背后的配乐，就觉得哦，看了这段会，就有些人讨论方式太浪费啊，或者怎么样，有了没有的，但是他电影里面就是在传达就是这种，难道你人生的这个岁月，你的人生的时间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啊，它就跟酒一样重要，时时刻刻，那过去就不再回来了。那你一直缅怀过去，或者是你去期望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未来，就跟没有开的红酒一样，那都是虚幻的。然后打开了，即便它配上汉堡了，它也是有享受到这瓶酒了。然后这样吃，即使很苦涩啊，我讲苦涩是说心里面觉得很苦涩，但是他究竟把它当成去除掉他的心魔了嘛？然后电影里面最后是他也是走高速公路下了交流道去找他的新的方向了哈。这个什么哪一个方向我就不讲了，各位看片子就知道了。这部片子呢，就是从头到尾是以这种有感情、有酒，然后还有中年人的悲哀啊，或者是喜乐啊，或者是他也在暗喻着说，人生其实很多条路可以走的，你不一定要沿着这所谓的，就好像从台北到屏东，你也不见得要走国道啊1号或3号啊，你也可以走东部的线路啊，你也可以走省道啊，你也可以国道走到一半下交流道换走哪一个路啊，什么都可以的，就是不要把自己定格在只有一条路上面去走，然后。Sideway 寻找新方向，各位可以去看哦。这部片子让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而且它里面在提到的一些，包括参观这个酒庄的一些这些片段呢，其实非常写实啊。因为我自己去过纳帕嘛，我也知道去每个酒庄去试个感觉是怎么样子。那真的就是把那演得很有那个味道哈，而且就是不夸张讲，就是说他是真的，我觉得他是真的有考据过的。虽然纳帕我只去过一次，但是那种喝酒品酒的经验什么的，其实雷同，真的雷同哦，就是导演不是乱拍的啦。然后他Alexander Payne 呢，他的很多片子是类似这种风格的。如果各位看了觉得不错，我还推荐看他的以前的有一部片也是他拍的，叫什么《风流》，台湾翻译的不好，我不晓得他的英文片名是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哈。中文片名叫做什么《风流教师霹雳妹》吧，好像这样吧。风流教师霹雳妹，就是在讲校园感情的事情。然后后来我记得还有另外2部片子，一个就是那个George Clooney 乔治克隆尼演的片子，演一个在中年男子的一个婚姻的故事。
叫做什么继承人生吧，Descender 还是什么的，我记不太起来。反正乔治克隆尼他是演在发生在夏威夷的一个家庭的故事。然后后来另外还有一部片子叫 Nebraska 就是内布拉斯加，美国的一个 Nebraska 应该是这样念吧，Nebraca Nebraska 内布拉斯加，反正你如果上 IMDB 看点这个电影，导演的名字呢，就会看到他曾经指导过的哪些片子。那片子都很好看，而且每个片都有它的寓意在里面呢。他拍那片子，他也不是说要得奥斯卡或什么，但是他的片子其实也还是小有名气的，非常的细腻。我觉得他有一点点，讲说他有李安的风格也不对，因为他们两个基本是同时存在的电影的导演，但是他那种叙述片子的能力风格应该跟你讲，李安跟他很像哦，但是这个人在拍的片子呢，更怎么讲呢？李安的片子比较偏向华人的那种感觉，他那个片子就比较应该全世界都通用吧，比较那种整个是属于人生的东西。当然，这个片子呢，适不适合过年看的适合，但是它不是那种喜剧、喜闹片或什么的，但是也不会沉重到那种地步，中间还是很多很好笑的情节。可是最好是，就是你，我觉得一个人看，搞不好体会会更深。然后开瓶葡萄酒这样看，对，不论你生活很幸福，或是你觉得现在遇到一些什么让你觉得很糟心的事情，都可以看这部片子。我会拿这个片子的那个影片的很有名的，他的那个电影的那个那讲片头嘛，就是他的海报还蛮有名的，我会把那个当做这个短片的这个开头的那张画面哈，然后各位也可以去找一找看这部片子来看，寻找新方向 ，Sideway。好了，我就把它补充完。你看这部片子可以让我讲了快50分钟，你就知道说，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而且它真的是一部很好的片子。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其实也包含我理想中的人生。拜拜。